这个老人不听他人劝阻，执意要把儿子的新房盖在废猪圈上，背后还有一个死水塘。没想到小两口住进去，一个死了，一个疯了。事件发生在安徽省阜阳颍上县的一个村庄。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叫李宗平，这天一大早他就来到了村委会，村长王德发正在办公室里写报告，听见有人敲门，就让他进来。李宗平满脸堆笑的打开了房门，问村长：“您忙着呢？”村长就请李宗平进屋坐。李宗平手里提着2包华子，一看就是有事相求。李宗平把手里的烟酒推到了村长面前。村长眉头一皱，说：“老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乡里乡亲的，有事说事，赶紧拿回去。”见村长不高兴，李宗平说：“只是自己的一点心意，也没有别的意思。”村长的为人还是比较耿直的，让他有事就说，能办就办，别弄这一套，影响不好。见村长执意不收，就把烟酒收了下来。村长让他坐在沙发上，李宗平才说起要求村长办的事。原来是他儿子今年处了个对象，寻思着秋天给他把事办了，想找村里批块宅基地。村长一听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正巧村北边的养猪场正空着，也就批给了李宗平。李宗平一听大喜，他原本以为村里没地可批了，自己还得花钱在别人手里买，可村长这么一说，他这下可省了不少钱。虽然养猪场的位置有点偏，可以比没有强，就满口的答应了下来。村长因为还有事要办，就让他明天上午来办一下手续就行。李宗平拿着烟酒美滋滋的回了家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手续就办好了，李宗平就开始张罗着盖房子的事，于是就找来了村里的泥瓦匠赵明祥一块来看宅基地，想让他给规划一下，看看怎么盖合适，需要多少钱。两人来到了养猪场，小赵一看就皱起了眉头，问李宗平真要这块宅基地？之前这养猪场也是他盖的，当时他还和同村的张庆喜说，这块位置不好，不管是住人还是养啥活物都不好。可是同村的张庆喜没太当回事，就把猪圈盖了起来。可没多久，猪全都病死了，赔得还挺惨。李宗平却说，现在想弄一块宅基地有多难，他这求爷拜奶奶才弄的这一块。小赵一看，李宗平根本不把自己的话当回事，他用手指向前面的一块死水塘，水质已经发黑了。以前村里有夭折的孩子和温死的家畜都会丢在这里。小赵干建筑久了，多少也懂点宅地风水上的事。这死水塘是阴气聚集的地方。再来看这废猪场的前面，是一条又长又宽的胡同，通往村里。可是到这就到头了，没路了，这就叫末路。在这盖房，宅基地前面对着末路，后面是死气沉沉的水塘，别说住人，连个活物在这都不好。继续劝李宗平，他干这些年建筑宅基地太犯说法了，还是别动土为好。李宗平不但不听，还觉得是小赵眼热他这块宅基地。小赵也看出李宗平对自己的话并不相信，就让他往猪圈的围墙上看。只见猪圈上的每一个墙垛子都挂有一面小镜子，这种说法在农村很常见，都是用来挡杀的。而且当初张庆喜在这养猪，一夜之间全都死光了，一个都没事。真要是猪瘟的话，为什么一个村的别家都没事，单单他家就死光了？李宗平看着自己讨来的宅基地被小赵说成了兄弟，心里非常不痛快。隔天他在外地找来了一个工程队，还是把房子盖了下来，很快就给儿子举行了婚礼，入住了新房。可打从入住新房之后，就怪事频发，小两口睡到半夜都会听到奇怪的声音。这天晚上，李青山的妻子王艳被声音吵醒，仔细一听，像是有孩子在哭，就推醒了自己的丈夫李青山。青山下地来到了窗户，前往后院看去，这一看差点把他吓尿。房子后面的死水塘周围飘着一圈圈绿莹莹的鬼火，青山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鬼火，要知道这种东西大多都是出现在坟地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青山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，可李宗平并不以为然，只是按照听来的方法，在新房的后面挂了一面小镜子，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。青山小两口还是每晚听到婴儿的哭声，这让妻子王艳实在无法忍受。原本恩爱的小夫妻，每天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大吵大闹。这天晚上，两口子难得没吵没闹，早早的上床睡觉。睡到了半夜，青山一翻身想搂住妻子，可却抓了个空。他朦朦胧胧睁开了双眼，发现妻子不在床上，起初以为可能去了厕所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后院传来女人和婴儿的嬉笑声，刚开始以为自己睡迷糊了，可仔细一听，确实有个女人在逗孩子笑，而那女人的声音很像妻子王艳。青山赶紧下床，来到窗户边上看，此时的王艳像是抱着什么东西，慢悠悠的往水塘里走。青山来不及多想，推开房门，跑向后院的水塘。他3步并作2步，大声呼喊：“王艳，赶快回来！”可妻子却毫无回应。跑得近了，才发现王艳怀里好像抱着一个孩子，可小两口根本没结婚，哪里来的孩子呢？青山顿感疑惑，那孩子好像感应到了他，在王艳的怀里扭过头来看了他一眼，只一眼就让青山浑身颤抖。
后背发凉。那孩子没有血色，冲着青山咯咯的怪笑。青山顾不了那么多，如果不及时阻止妻子让他走进深水里，是会没命的。他鼓起勇气跳到了水里，好在王艳走得缓慢，还没到水深的地方，青山抓住妻子的胳膊往回拉扯，不停地呼喊妻子的名字，可妻子像是没了意识一样，无论怎么呼喊都没有反应。李宗平就硬拖着妻子回到了岸上，扶到了床上，妻子还是不清醒，昏沉沉的睡了过去。青山也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只能等王艳醒来再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虽然最近经常吵架，但青山还是很爱自己的妻子，就搬了个板凳守在了床边。青山也不知道熬到了几点钟，趴在床上睡着了，一觉醒来却发现妻子不在床上，这可把他吓坏了，不停呼喊妻子的名字，可连喊了几声，妻子都没有回应。他把屋里屋外全找了一遍，还是没见到王艳的踪影。就在他手足无措的时候，突然心里升起了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他想起昨晚的事，快速的跑向后院，心里念叨着千万别出事。可眼前的景象还是让青山呆立在了原地。此时的妻子正吊在水塘的一棵树上，身体微微的摆动着，却不像活着的样子。青山愣了片刻，呼喊着跑到妻子吊死的树下，可妻子早已经没了气息。青山悲痛把自己的妻子放了下来，为时已晚，妻子的尸体已经冰凉僵硬。这件事很快传遍了村里，村里都以为王艳和青山经常吵架，一时想不开，寻了短见，也只有青山自己知道王艳死的蹊跷。王艳吊死的那棵树下有很多小孩子的脚印，而青山的新房也成了村民口中的凶宅。妻子的死对他打击很大，让他变得神经兮兮，他也不敢住在那屋里，整天东躲西藏的过日子。李宗平也管不了他，2-3年的时间，那这个房子变得破破败败。最可怕的是青山，他总是拿着刀子躲在墙角往水塘里看。有人试图问他在看什么，他说他在等水塘里的东西出来，他要给妻子报仇。好好的一个人就这样变成了疯子，而此事的罪魁祸首就是李宗平。下面的这件事发生在2011年山西省朔州市宁武县段家山村。村里的李宗平辞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想回家安心照顾老母亲。李宗平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去世了，老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，供他上了大学。这些年，小李毕业参加了工作，家里的条件刚刚好转，可老母亲却突然瘫痪了，整个人只能躺在床上。李宗平在镇上买了很多补品，来到了家中，突然发现一个老太太走进了自家的厢房，看身影怎么都像自己的母亲。李宗平心中十分疑惑，老母亲分明瘫痪在床上，怎么可能在院子里走动？可那熟悉的背影不是自己的母亲，还能是谁？李宗平欣喜若狂，跑向厢房去查看，可来到厢房，里面空空荡荡，根本就没有任何人影。他以为是自己看错了，虽然觉得奇怪，但没有多想，提着买来的东西就来到了正屋，却没想到自己的老母亲此时在炕上坐了起来。李宗平就问母亲今天怎么坐起来了？老母亲说今天突然感觉舒服多了，浑身也有劲了，就给李宗平改起了衣服，让李宗平试试合不合身。老母亲跟儿子说自己的身体好了，让他抓紧回城里找个好工作不容易，还把李宗平的衣服重新分开放，告诉李宗平毕业证和户口本都放在柜子上面，以防以后找不到。宗平看着母亲好起来了，还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，眼眶的泪直打转。老母亲让李宗平不要哭，她说今天想吃鱼，就让他去买一条。李宗平马上就跑了出去，路上碰到了自己的四叔，跟他讲母亲今天好起来了，想吃鱼。四叔听完此话，吞吞吐吐的说道，宗平，你娘那身体我也知道，这怎么能突然好了呢？8成是回光返照，有些后事你得提前准备着。李宗平买鱼回到家里，母亲做了红烧鱼，还吃了好几碗饭。李宗平看了心里别提多开心了。吃着饭，李宗平就跟母亲说起刚才回来在院子里看到个人跟他可像了，进了厢房就突然消失了。老母亲听完此事，突然沉思了一下，放下了碗筷，她捧起李宗平的脸说道，小平，娘不能陪你一辈子，以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李宗平不明白自己的母亲怎么说起这事来，然后母亲又接着说道，儿娘已经不行了，可是娘有你这么一个好儿子，这一辈子都知足了，你照顾好自己，回城里去吧，别在这小山村待着，自己再找个正经媳妇，不用多漂亮，只要能好好过日子。说完话后，老母亲扑通一声倒在李宗平怀里，就这样安详的走了。李宗平的亲戚帮忙给老母亲准备了后事。出殡的那天，李宗平抱着母亲的遗像，哭得像个泪人。母亲最终会离开，李宗平也曾无数次做好心理准备，可当这一天到来，心里就像一下失去了整个世界，孝子衰盆，陪妈妈走完了最后一程，愿自己的老母亲在那一世不再受苦。好了，故事纯属虚构，相信科学，切勿迷信。假如你的室友半夜突然起来上厕所，
还用凶狠的眼神瞪着你，那么你千万不要跟过去，因为这可能是陌生人在借用他的身体复仇。今天要讲的这件恐怖的事发生在我高中的时候，算是我的亲身经历。让我看看你有什么小秘密，嘿嘿，讨厌了，那不是我的。故事的主人公则是我的闺蜜李轩。这么旧的笔记本到底是谁的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是我在老宿舍楼捡到的。李轩的家离得远，一般也不会回家，所以我基本都会去学校陪她过周末。这好像是一个经常被欺负的学姐写的。据她说，这是她前几天去收拾一个老宿舍楼捡到的。当时看到角落里的旧笔记本，就想着拿回来看看，估计这就是少女的八卦心吧。她整天受人欺负，也没有朋友，感觉好可怜，也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。还是我幸福，有你这个厉害的好闺蜜。李轩一边自顾自地说着，一边拍着我的马屁。切，这种无病呻吟的东西，你居然也能看完？我随便翻看了几页后，觉得挺无聊的，就丢给了他。对了，今晚你还是一个人住宿舍吗？是的。对于这个笔记本，我也没在意，随口说了2句就准备回家了。不过我晚上还会来学校陪他，毕竟他胆子小。但让我们都没想到的是，那天晚上竟会让我们如此难忘。是夜，我俩嬉闹了一会儿后，就早早的睡下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突然被一阵床板的咯吱声吵醒，起身一看，原来是李轩起来了，正在朝门口走去。我看他动作木讷，就想着叫住他问问，不过他却没有回应我，而是转头看向了我。虽然大晚上的有些看不清，但借着月光，还是可以隐约看出他那凶狠的表情，就像是在警告我不要多管闲事一样。你干嘛啊？那眼盯得我有些不自在，然后他也不管我，就自顾自地出了门。我本来那时就很困，也没再多想，就睡下了。可我这才刚一睡下，突然外面响起了一阵凄厉的惨叫声，我惊得一下子就坐了起来。然而那声音却还在持续，声音几乎穿透了整座大楼。我突然想起了刚出去的李娜，这才慌忙地起身跑了出去。我急忙地跑到了声源处，打开门一看，差点没把我吓得当场去世。此刻李轩手上握着一根球棍，正疯狂地厮杀着，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学的这么凌厉的身法。给了对方一棒后，又来了个扫堂腿，被他打的那个女孩就晕了过去。轩，我被吓得瘫坐在地，除了刚晕死的那个女孩，前面还躺着一个，正倒在血泊之中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李轩僵硬地转过了身，看向了坐在地上的我。轩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没惹你。他提着带血的木棍，缓缓地向我走来。我一时紧张的语无伦次，我都被吓哭了。我不理解李轩这到底是怎么了，可他并没有回答我，而是举起了手中的球棍。手起棒落，只听见一声玻璃破碎的声音，我吓得尖叫了起来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好像突然失去了控制，一连2棍都没能打中我。我吓得连忙起身往外跑，来自死亡的恐惧让我没办法再多想。而李轩则不紧不慢地跟在我后面。在我印象中，轩可是我身边最温柔的女孩，她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？随着李轩的走动，只听见棒球棍拖在地上的声音，慢慢的，好像连棒球棍的声音都没有了。我吓得躲在走廊的拐角处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但我还是可以听到李轩那个微弱的脚步声在朝我靠近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要被抓住时，那声音却突然停了下来。说真的，这种寂静的感觉更让我感到窒息，我只好试着轻轻地爬离这里。不过显然我还是被发现了。轩，不要！李轩不知什么时候竟站在了我的身后，并且他再次朝我举起了手中那带血的棒球棍。你这没良心的，亏我大半夜来陪你，你就这么报答我？我那时也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就冲他骂了起来。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骂声起了作用，他好像有些意识了，然后就两眼翻白，身子摇摇晃晃，接着就身体一歪，便倒了下去。后来值班的老师也来到了现场，我们就一起把李轩和另外2个女孩送到了医院。而李轩并没有什么大碍，没多久就醒了，只是对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毫无印象。因为另外2个女孩的作证，因此李轩也被学校处罚了。事情是2014年秋发生的，那时候我大学毕业，到了鲁西南一所中学当代课老师。那天下了晚自习都9点了，我刚到宿舍，
发现明天要用的一些教案放在了教室，又返回去拿。整个校园已经都熄灯了，别说这白天熙熙攘攘的学校，一下又静又黑，还挺瘆人的。一走路，整个教学楼都回荡着脚步声，我几次都感觉背后有东西飘过，可回头去看又没什么。也不怕大家笑话，别看我一个大小伙子，其实平时胆子小，也不怎么独自走夜路。用农村的话说，我八字弱，从小就容易看到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长大后当然好了很多，把脑子里这些乱想法赶散。我也终于到了教室，当时我正从教室后面的柜子里拿我的东西，可就在这时，一股极阴冷的气息从背后传来，我心里顿时就咯噔了一下，这感觉我从小经历过不少。我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，可这一眼把我吓得腿就开始发软了。我看到一个人影正背对着我，面向黑板站着，一动也不动。我记得我是叫了一声，可那人像是木头做的一样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我当时就升起了不好的预感，但也不敢确定，于是又提高嗓门叫了一声。大概是这次那人影听到了，终于动了一下。我就看到那人以极缓慢的速度把头转向了我这边，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。可等他完全转过来，我已经吓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，因为那人竟然身体完全没动，只有头转向了我，那样子别提多恐怖了。我当然知道自己看见了什么，是真想跑，可双腿软的一点力气也使不出来。好在那人一直没动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我终于使上了些力气，哪还敢在那看，妈呀一声逃出了教室。我记不清自己是怎么跑出教学楼的，只记得一出门就看到了守夜的门卫大爷老丁。我嘴都不利索了，费了老半天劲才把刚才看到的喊了出来。不过老丁反应了一下，好像也没有特别吃惊，只是一边安慰我，一边让我到他的传达室里喝口水压压惊。身边有了人，我这心也稍稳了下来，这才发现老丁的反应有些不寻常。进屋后，我喝了半杯水，才把心里的疑问问了出来。那时候老丁翻箱倒柜地找出了一张泛黄的老报纸递给我，我看到老丁指给我的是7、8年前发生的一起凶杀案，正是关于我们学校的。老丁不等我读完，点了根烟便给我讲了起来。原来在7、8年前，我们学校有一个姓钟的老教师，放学后偶然遇到了一件校园霸凌事件，2个社会青年找我们学校的学生要钱，没满意就动手打人。这钟老师见有人欺负自己的学生，就上前去阻拦，还要打电话报警。2个社会青年是真的猖狂到了极限，一见要报警，竟然发了狂。其中一个家伙就抽出了刀，本想吓唬一下的，可钟老师根本不退缩，那家伙可就上了头，朝钟老师就捅了上去。据说这一刀捅得够深也够狠，一下刺破了钟老师的肝脏。当时人还没送到医院就走了。老丁在学校干了几10年了，据他说，当时追悼会全校师生都哭了，连校外许多钟老师的学生也都赶来送行。听老丁讲到这，我倒真不那么怕了，这么好的老师又怎会伤害人呢？就像老丁说的，那钟老师可能只是不舍得离开讲台吧。那晚教案我是没拿，独自一个人走回了宿舍，翻来覆去一晚上也没睡好，也不知心里都在想什么，乱得很。这个男人有个金猪存钱罐，每天都能拿到200块，从此实现财富自由的躺平。然而真正的噩耗才刚刚开始，金猪存钱罐背后究竟有着什么秘密了？这个故事要从那天说起。这名学生正被一个小混混给欺负，这一幕正好被男人所看到。对于同学的求救，男人竟然选择了置之不理。万万没想到，就因为这件事的冷漠，把男人推向了万丈深渊中。这个男人叫阿伟，从小立志要当一个真英雄，像奥特曼那样打败大怪兽。可惜现实世界并没有魔法，阿伟这才意识到，当真正面对邪恶时，自己是根本没有勇气去当个影响。他也清楚自己这不过是个小角色罢了，同时他也在自责今天的见死不救，想着自己还是太弱小了。然而此时手机传来了一条消息，是王东东发来的，正是今天被欺负的那名同学。信息内容质问阿伟为什么见死不救，当时阿伟只是偷看这一切，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。然而王东东却说接下来也要让自己尝尝他的痛苦。阿伟被这一条消息给吓得不轻，不过从那天以后，王东东就因为家庭原因转学了。或许他转学的真正原因，也就只有阿伟知道。对于王东东的转学，阿伟并没有放下心来，因为他很害怕放学的路上会被报复。因为昨晚的那条短信，
让他产生了迫害妄想症。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突然他就撞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正是昨天欺负王东东的小混混。阿伟看清楚这个人是，顿时被吓得退后的一步。接着这个小混混问他是不是叫阿伟，此时的阿伟汗毛都竖起来，他不知道红毛为什么知道他的名字。红毛似乎看出阿伟的疑惑，接着就说是王东东告诉他的。阿伟立马想到了昨天他的发信息，要让自己也要尝尝他的痛苦。红毛也对着阿伟露出邪恶的微笑说，我的旧的提款机逃跑了，自然要换个新的提款机了。阿伟不明白红毛什么意思，红毛诡异笑着说，明天放学路口等你，记得身上带着100块，不然有你好受的。回去后的阿伟一直在思考，这个100块该从哪里搞来呢？要是自己交不上钱就死定了。突然他翻出了床底下的纸箱，想要看看有什么压岁钱，发现红包连根毛都没有。突然他找到了一只金珠存钱罐，他不记得以前有买过这玩意，但还是抱有希望，看看这里面有没有100块，一边祈求一边摇晃。接着刷了一下，掉出一张100块，没想到金珠存钱罐真的有100块钱。到了第二天，阿伟便把100块给了红毛。天真的阿伟本以为红毛会放过他，没想到红毛变本加厉，让阿伟再拿出200块，不然就会让自己死得很难看。阿伟只感觉大脑一片空白，因为100块还是他侥幸弄到的，明天还要拿200块，他有条命拿。突然一个小混混被打倒出来，一个大壮看着阿伟这只弱鸡就贼烦，并且警告他别在这里逗留，否则就揍死他。回去后的阿伟一直咬牙切齿，觉得这事要不要跟妈妈说，但又怕妈妈被坏人给打了。突然他又意识到了什么，看到桌子上的金珠存钱罐，昨天多亏这个，希望你再给我200块吧。没想到金珠真的掉下了200块，阿伟觉得这一定不是在做梦，他突然又觉得不太对劲，昨天取钱的时候还专门检查了一下，为什么里面还会有钱呢？难道这玩意还能变出钱来吗？看着这只金珠许久后，阿伟再次看看里面有没有，发现空空如也。接着他又看向一旁的时间，想着这只金珠要等到12点才能重新摇出来吗？很快过了12点后，阿伟再次向金珠许愿，没想到这只金珠真的掉了200块出来。那么阿伟是否能改变被红毛欺负，又会怎样的使用这只金珠存钱罐呢？阿伟自从有了这个金珠聚宝盆后，再也不怕这个红毛小混混了。面对他的嚣张跋扈，他也有恃无恐，因为金钱能给他带来安全感，甚至做一些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事。就连一直欺负他的红毛也被阿伟用魔法打败魔法。阿伟就不相信这个世上就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。自从阿伟让大壮修理了红毛后，他就开始了发财梦。本以为这个金珠存钱罐能够取之不尽，没想到每天就只能取200块，不过200也够阿伟实现自由财富了。不知不觉过了3年后，阿伟正被一群讨债的人上门催债。明明他可以靠着金珠过上安稳的日子，为什么偏偏要靠赌博去翻身呢？走投无路的阿伟只能再次向金珠祈求，如果金珠能够给他10万块的话，他愿意什么都听他的。没想到金珠真的显灵了，屋子满满的钱散落一地，不多不少正是10万块。这一次又是金珠救了自己。原本阿伟打算洗心革面重新做人，发誓以后再也不碰赌了，但他还想着金珠能够给他发200块，但这一次好像不灵验了。无论阿伟怎么摇晃，这个金珠都没有什么反应了。也就是从那天开始，这个金珠突然发出声音了，今晚12点前请投入100块。阿伟不明白什么情况，当他看向一旁的挂钟，马上就要进入12点了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没想到真的有钱存进去了。阿伟惊讶发现是自己口袋里的钱。突然金珠又开口说话了，昨日借贷已还清，今晚12点前请投入200块。此时的阿伟感觉有点蒙圈，什么借贷什么200块，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原来金珠里的钱并不是凭空变出来的，而是向未来的自己借来的。阿伟被这只阴险的猪给气死了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规则？早知道的话他压根就不会去花这些钱。气得阿伟直接把金珠给打碎了，可惜这只金珠像是诅咒一样，无论阿伟怎么扔掉还是打碎掉，这只金珠都会无缘无故变回来，并且每天的12点后，阿伟的钱就会被金珠给取走。后来阿伟想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把打工的钱先让老板慢点放，然后自己身无分文的话，这只猪应该拿他没辙了吧。然而他的手机突然有信息声提醒，没想到他的手机自动贷款了200出去。阿伟尝试了各种办法，始终都无法摆脱金珠过去欠下的债，终需要他一点点的还掉。算命先生总说一命二运三风水，一个人能不能发财离不开这3种，如果没有这3种的人该怎么发财？这个男人利用旁门左道的方法来改变自己的命和运气，没想到最后会发生诡异的事情。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，这个男人是一个濒临倒闭的国企员工，那时候的国营工厂几乎都处于倒闭状态，企业经常发不出工资，大部分熬不住纷纷辞职了，留下的就只有他和一些老弱病残的。男人比较窝囊废，也没什么本事，其他同事都会辞职干点小买卖维持生活。
可他就是一个劳碌命熬着日子。可是有一天，男人准备买2瓶酒给岳父过寿，在骑车到乡间小路上时，突然发现视线里出现了一个人影。因为男人一直低着头骑车，压根没有注意到，当他发现时已经来不及刹车，直接连车带人撞倒在地上。此时的男人才看清楚过来，被他撞倒的人是一个年纪很大的奇怪。虽然他有窝囊没本事，但绝对是一个本质不坏善良的人。于是他马上去扶起那个乞丐，生怕把人家给撞坏了。本以为这个老乞丐会讹人钱财，没想到老乞丐一爬起来就闻到了酒味，马上两眼睛冒光了。此时的男人才注意到给岳父买的酒也打碎了，老乞丐却说自己没什么事情，只要给一点他酒喝就行。男人差点被气乐了，感情是遇到了酒鬼，不过总好过要赔钱吧，毕竟这酒破了也不能送人。于是男人就把老乞丐扶到一旁的小树林，两人就开始喝着酒闲聊起来。这个老乞丐嗜酒如命，但是能够看得出来人却不疯癫，不失为一个好酒友，一大缸的酒都被男人给喝下去。突然老乞丐一下子看出男人有心事，便问他有什么事就说出来，憋在心里不是滋味。于是男人把老婆的抱怨和自己的委屈统统跟老乞丐倾诉。那个老乞丐一边喝酒一边听，也没有说些什么。等到男人讲完后，老乞丐突然像是开玩笑一样教了男人一个所谓方法，说只要按照这个方法做就一定能够发财。男人对于老乞丐的话并不相信，觉得这方法有用的话他还能要饭当乞丐吗？可这个老乞丐说的有某种魔力，他越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男人越觉得像是一个高人。老乞丐也看出男人的心思，如果你不相信那也没办法。看着老乞丐慢慢远走，男人若有所思的在想这个事情，似乎老乞丐的话在心里扎了根一样。回去后的男人果然还是按照老乞丐的方法，正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，万一方法真的成功了，自己就会发大财，如果不成功也没有什么损失。于是他找来了一个脸盆，然后用黄纸剪成5个小纸人，又在纸人身上滴上了自己的血，后面又很虔诚点上了一炷香。做完这一切后，男人就把脸盆用红布盖上，然后又放到了自己睡觉的床底下。可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隔天早上他所在的国营企业新老板为了买断工龄，竟然给了他一大笔钱。之后他用这笔钱在城里做起了买卖，后面一直顺风顺水，短短几年还成了当地有名的企业家。可一个人的运气在一生之中是有限的，也正如老乞丐所言，10年以后的男人气运没了，儿子因为家里有钱在外面胡作非为，最后闯祸被抓了进去，老婆患了必死癌症也撒手人寰，而他因为几次决策失误导致公司亏钱，最后还欠了一大屁股债。因为老乞丐教他的方法叫做五鬼运财术，这门法术虽然能够让人短暂获得无限财富，可代价却是将人生的运气全部透支掉，接下来的结果就会十分悲惨。叫王强，这是个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。那是2017年的夏天，我因为比较喜欢古物，尤其是刀具，所以经常会托朋友帮我找一些年代久远的刀和剑作为收藏。那天晚上我约了李哥一起吃饭，他说正好在老家帮我弄到一把短剑，作为感谢我请他吃饭，也顺便让他把东西给我带过来。陪我一起去的还有我的女友刘芳。李哥在饭桌上把装有短剑的木盒交给我，我放下碗筷，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木盒，里面放着一把短剑，古色古香，非常精美。我拿起短剑仔细观察，从做工和纹饰看起来应该是明代的东西，保存的也非常完好。为了看一下短剑封口也是否完好，我把短剑拔了出来。就在短剑出鞘的瞬间，忽然刮起了一阵冷风，我的女友刘芳打了个喷嚏，捋了捋被风吹乱的头发，埋怨说怎么突然刮起了风。而我当时只顾着把玩那柄剑，也没当回事，因为得了一件不错的物件，心里高兴，打算和李哥多喝2杯。可女友说她有些头疼，没办法，只能告别了李哥，带女友回了家。我们上了出租车，看得出他一副很痛苦的样子，于是问他怎么就突然头疼了。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打了喷嚏之后就头疼的不行，像是脑袋里钻进去了什么东西一样。我们回到小区，我建议去医院看看，他却不愿意去，说回家洗个澡睡一觉就好了。我也以为是受了风才会头疼。到家后他去洗澡了，我则在客厅继续把玩着那柄短剑。没多一会，刘芳就从卫生间出来了，可她并没有回房间睡觉，而是走向了厨房。这让我觉得很奇怪，大晚上刚吃过饭，她不去房间睡觉，去厨房干什么？我打算到厨房去看一下，没走几步就听到厨房传来磨刀的声音。推开门一看，果然刘芳在厨房里磨刀，
他在磨着一把菜刀，动作很僵硬，发出让人心悸的蹭蹭声。他的嘴角上翘，脸上挂着一种邪魅的笑。我上前询问到底怎么了。刘芳听到我在叫他，猛地回头，手里紧紧攥着明晃晃的菜刀，吓得我不自觉后退几步。那一刻，我感觉看到的不是刘芳，而是另一个女人。我接连叫了几声刘芳的名字，她好像从失魂的状态突然醒了过来，又变回原来的模样。我赶忙询问她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她却没理我，转身回房间了。她上床很快就睡着了。我观察了一会，看她睡得很沉，我也就上床睡了。我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总觉得刘芳不对劲，可又找不出原因，就又摆弄了一会那柄短剑才睡下，可睡得并不踏实。我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我看到两个穿着古装的男女在吵架，女人像是做错了什么事，一直在对男人赔不是，可男人却表现得很是气愤。两人吵了一会，男人就一把将女人狠狠地推倒在地上，那女人在地上哭得楚楚可怜，而那男人却无动于衷，转身从桌子上拿起了一柄短剑，向女人狠狠地刺了下去。女人起身想躲闪反抗，却被男人抓住，无法逃脱，最后被那男人用短剑刺穿了胸口。这时我突然惊醒，那梦境极为真实。还没等我缓和一下心神，眼角的余光看到床边站着一个人，正是我的女友刘芳。她木讷站在床边，手里拿着我的那柄短剑，两眼无神，像梦游一样。可我知道她并没有梦游的毛病，还没等我弄清楚怎么回事，她就挥舞着短剑向我刺来。我往床里边一滚，躲了过去，大叫她的名字，想把她叫醒，可这根本就无济于事。她再次挥舞着短剑向我刺来，我往床边一滚，躲开了，顺势从床上跳到了地上。刘芳拔出插进床里的短剑，继续追着我刺。卧室空间有限，我闪避了几下，被逼在了墙角的柜子上。他又一剑刺了过来，却被我抓住了手腕。一向文弱的刘芳此刻力量奇大，渐渐缓缓向下，一直抵到了我的脸上。我避无可避，情急之下，我看到柜子上放着的花瓶，我来不及细想，求生的本能让我拿起花瓶砸向了刘芳的脑袋。随着花瓶的碎裂，刘芳被我打晕了过去。刘芳倒在了地上，短剑也脱了手，咣当一声掉在地上。那一刻我害怕极了，一个是因为刘芳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，另一个就是担心自己下手太重，把她打坏了。好在刘芳只是晕了过去，我把她放在床上，她竟呼呼大睡起来，我只好在床边守护着她。大概过了1个小时，刘芳醒了过来，人也恢复了正常。我问她记不记得自己做过些什么，她说晚上回到家进了浴室之后的事都不记得了。于是我给李哥打了电话，简单说了一下发生的事，他也很惊讶，天一亮就赶到了我家，跟着一起来的还有一位他请的朱先生，说是要看看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是不是那柄短剑引起的。我也有那种感觉，随即客气地把2人请进了屋里。我把短剑递到了朱先生手上，朱先生刚接过去就皱起了眉头，说那短剑之上满是怨气，应该是杀过人。我把夜里做的梦也给朱先生说了，朱先生说道，一切事情都是这把短剑引起的，那是一把杀过人的剑，并说杀过人的剑分2种，一种是带有戾气的，可以驱邪避凶，另一种是带有怨气，可招灾惹祸，而我这把剑就是带有怨气的。听到这我吓得不轻，想想昨晚女友刘芳那可怕的样子，心里直发毛，赶紧求朱先生帮忙破解一下。朱先生说这件事并不难办，只要把那柄短剑用符镇住就可以了。经过昨晚发生的事，我对那柄短剑不但不喜欢，反而变得很厌恶，就请朱先生把短剑带走处理掉。朱先生也没有推脱，就把短剑收了起来。然后朱先生又从包里拿出一个雕有鬼头的手串，说是让刘芳戴上就可以镇魂。我知道女友刘芳经常会被一些东西惊扰，就连忙到谢收下了，事情到这算是解决了。我送他们2人到门外，李哥一个劲跟我赔不是，对于短剑带给我的麻烦很愧疚。我知道李哥的为人，也劝他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我和刘芳虽然受了些惊吓，好在人都没事，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。今天要讲的故事也是我本人的一个亲身经历，事情发生在2015年左右。那时我跟老婆还在谈恋爱，那是一个周末，我把她约出来一起去看午夜场的电影。至于为什么要看午夜场嘛，大家都懂的，电影院人很少，也很黑，小情侣选择这种场次，有谁会安心看电影？不过那时我们刚在一起没多久，他又比较害羞，
倒也没做什么。看着别人，我心里痒痒的，正准备再次纠缠时，电影开始了。当时放映厅里加上我们，一共4对情侣。电影开始，大家也就安静了下来。记得那是一部当年还挺火的电影，因为电影开始了，整个电影厅都暗了下来。我老婆也放开了一些，她这一主动，让我更心猿意马的无心看电影了。气氛、环境都到位。正当我们俩打算把第一次接吻搞定时，突然听到前面一对情侣发出了很大的疑问声。我们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忙着转头向前面看去。这一看还真挺奇怪的，前面的电影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女人身影，这明显和电影无关，看着还有些瘆人。那影子一动不动地映在屏幕上，这一下整个放映厅的人都愣住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们下意识的都是转头去看放映机，那时还不是点射放映机，不像现在这么发达，放映厅就那么小，也没有人会挡住放映机，就有人吼了一嗓子，不过并不见放映员回应。这下整个放映厅顿时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。这样的安静大概持续了半分钟，突然就听到前面的女孩大叫了起来，她动了。果然那屏幕上的女人影子动了，她慢慢地朝我们的方向转过了身，因为就是一片模糊的黑影，有些看不清面孔，所以显得格外诡异。那一刻我们几乎都感觉到那个女人在朝着我们喊什么，可是却没有声音，也不知是谁先尖叫了起来。有鬼啊！一下把所有人的心理防线都击溃了。首先是前面一对情侣，惊慌地站起身就往外面跑。恐惧是会蔓延的，有一个带头的，接下来就全乱了。很快我们这些人就全都尖叫着跑了出来。我记得我向外跑时还回头看了一眼大屏幕，那个女人的影子还在。到了走廊中，灯光很亮，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，不过脚步却没敢停。冲到走廊中后，我又回头看了一眼放映室的那个小门，那个小门是开着的，里面还倒着一个放映员，那人僵硬的倒在地上，也不知是死是活。那时我就一个念头，赶紧离开这里。那天晚上我们遇到的到底是什么，我到现在也不敢确定，只是在后来的几年陆续的听到了一些传闻。传闻说那个电影院后来破了一个案子，说是一个放映员做完最后一场，查看放映厅时看见了一个女人，那女人大概是失恋了，所以一个人喝得醉醺醺的，哭着睡着了。这种事其实在电影院里倒是经常会遇到，不过那天那个放映员也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，又或者是看那女人长得漂亮，他居然动了邪念，想趁机强暴那个女人。不想那女人反抗的还挺厉害，放映员一时失手把人掐死了，尸体被他拖到放映厅后面的一个小仓库肢解了，分几次带出去扔掉。这个传闻不知真假，不过在我们当地很有名，倒是那个放映厅，据说因为技术故障，到现在还封着停止使用呢。民间传说，八字弱的人生了大病之后，魂魄就会不稳，若是这时附近有阴差在勾魂的话，很容易就会被勾去。这件事发生在我12岁时的秋天，那天也不知吃了什么闹肚子，大半夜往茅厕跑了好几趟，几次排山倒海下来，整个人几乎都虚脱了，走路腿都有些发抖。还记得那天是月中，月光明亮，院里也没开灯。出了厕所之后，我正要捂着肚子回屋，这时候我听到大门外传来一阵沙沙的声响，似乎还有似虚似实的铃铛声。那声音像是一个腿脚不便的人正用双腿拖着地往前走。刚开始我还没在意，以为有人从门前经过，可很快就有些不对劲了。那声音好像在我家门口停了下来，站在了门口。小时候好奇心也重，听到这动静还在想是不是小偷，就朝着大门口走去，想看看谁大半夜不睡觉跑到我家门口要干什么。我家大门是那种2扇老旧的大木门，因为年头久了，中间的缝隙很大，足以容纳小猫小狗钻进来。我到大门后面，趴在门缝朝着门外看去，然而门外在月光下一片明亮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是几片枯叶被风吹得贴着地面往前飘，看来没人，刚才8成是树叶的声音。正想转身回屋，
可这时候肚子一阵翻搅，又开始疼了，那股劲又上来了，还得去厕所。可纸都用完了，我就捂着肚子想回屋拿纸再出来。就这么个时候，门外那声音又响了起来。我本来不在意的，这时大门突然哐哐2声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撞门，同时有种奇怪的感觉从门口方向传来，好像有个人在背后看着我。我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，可就这一眼，吓得我头皮都炸了起来。我看见门缝外有一道黑影，明显是有人站在门外，通过门缝往里看。可那会是什么人呢？难道真的是小偷？很快我就发现了不对，通过门缝，我只能看到那双眼睛，而这双眼太过诡异了。在月光下，这双眼睛看不到瞳孔，白花花的一片，并且眼球往外凸起着，异常瘆人。那绝对不是一双正常人的眼睛。那天晚上本来跑了好几趟厕所，已经虚脱了，看到这么惊恐的一幕，我吓得一声尖叫，瘫倒在了地上，眼前一阵阵发黑，心知自己怕是要昏过去。但还有一点意识时，就看到那双眼睛还在盯着我看，似乎还发出了清冷的光。我那紧绷的神经还是断了，嗡的一声，眼前就完全黑了。我昏迷过去后，不知是不是做梦，我感觉意识并没有完全失去。我看到了一个黑漆漆的空间，不时有声音传来，听上去就是刚才那种脚步声。我努力地睁开眼睛去看，模模糊糊中就看到一个人影站在我面前，那人影背对着我，佝偻着身体。随着脚步声，我看到这片黑暗中逐渐出现一道模糊的路。说模糊，是因为路上好像笼罩着一层雾气。那人影身形虚幻，还发着淡淡的青光，就沿着这条路一直走。而这时候，周围逐渐能看到一些场景的轮廓。随着这人往前走，隐约看出途经一些树林、村庄、田地，还有山间。那些场景有些熟悉，可又有些陌生，说不出来的感觉。也不知走了多久，前方出现一个上坡，坡上站着好几个人影，也在沿着这条路往前走。这些人全部都浑浑噩噩地耷拉着脑袋，浑身发着淡淡的青光，明显不是活人。视线随着这个人往前走，很快发现在这条上坡路的尽头有个牌楼，这些模糊的人影正排着队朝着这个牌楼内走。牌楼内有个庙宇，仔细看去，庙宇的牌匾上写着3个字：城隍庙。而这些人影穿过牌楼后，便径直朝着这个庙宇走去。当时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看到这一幕，更不知道这一幕究竟是什么。就在我打算继续看下去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一阵阵的呼唤声：小强。这声音是我妈的。听到这声音，我眼前的画面顿时变得模糊，最后彻底黑了。我在呼唤声中又一次努力睁开眼睛，而这一次视线中首先看到的便是我妈那张焦急的脸。看到的场景太不同，让我缓了好久。彻底清醒后，发现我正躺在炕上，此时已经是白天，屋里除了我爸我妈，还有一个老妇，是村里的神婆。我也是后来才知道，原来那天晚上邻村有户人家的老人去世了，而当晚我看到的似乎都跟这事有关。男子晚上下班坐公交车回家，谁知坐的公交车是一辆鬼车。欢迎观看鬼事会之车上全是鬼。说是有那么一天，李宗平在厂里加班，等他做完手里的工作下班都已经9点多了。李宗平住的地方有点远，需要坐公交车才能到家。看着手表上的时间快9点半，为了能赶上公交车，他狂奔了起来。到公交车站也就5分钟的路程，他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公交车站，又看了一眼手表，时间已经过了9点半。想着最后那一班公交车已经走了吧，公交车经常在这个站点看不到人，车都不会停下来直接开走的。李宗平以为今晚又要打的回家的时候，远处一道光照到了自己，一辆公交车从远处驶来，公交车开到站点就停了下来。李宗平经常坐那趟公交车，司机他都认识，可今天的司机并不是原来的司机，他以为原来那个司机可能请假了，就上了公交车。到车上，李宗平发现今晚的乘客还挺多的，一般这个时候公交车几乎是没有人的，那些乘客都是一个表情的坐在那里，对上来的人连看都不看。李宗平发现车上那么多人，只有一个人在盯着自己，那人表情古怪的盯着李宗平。李宗平找了个空位坐了下来，发现那人还在看着自己。李宗平觉得那人有病，就朝窗外看去，不曾想那人站起来走向了李宗平，走到他身边，二话不说操起拳头就打向了他，一拳打在了腮帮子上，气得李宗平站起身来想找那人理论。
那人抓住李宗平的领子，要赶他下车。李宗平挣脱不过那人，把目光看向了车上的乘客，希望有人能出声能帮自己。谁知车上的其他乘客都没注意到这两人在撕扯。那个人把李宗平拉到了车门口，对着司机大叫开门。司机师傅停下来，按了一下开门键，门就被打开了。那人就把李宗平拽下了车，公交车又关上了门走了。那人看着公交车走远了，才从李宗平领子上放下手。那人长舒一口气，出了一头冷汗。李宗平以为大晚上遇见一个神经病。那人见李宗平不解地看着自己，就说车上坐的都不是活人。那人也是在前几站上的车，在车上发现那些乘客没有一点活人的气息。他朝周边又看了看其他乘客，看见那些乘客都没有脚。正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看见李宗平上了车，才临时想了个办法打了李宗平。那人跟李宗平说明了当时的情况，就打车离开了。李宗平看着那人一脸的认真，并不像是在开玩笑，就伸手也拦了车准备回家。上车听到出租车司机正在听今天的播报新闻，说今天下午3点左右，有一辆公交车出了车祸，冲向了悬崖，车上一共9个人全部死了。今天晚上李宗平坐的那辆公交车，应该就是今天下午出事的鬼车。牛马2013年在山东的一家食品厂上班时遇到的一件怪事。那时正值9月份，牛马因为季节更替感冒发烧了，于是他便请了假在宿舍休息。而牛马当时住的宿舍窗户正好对着一条小河。那天他吃了感冒药，一直睡到天擦黑了才醒。眼瞅着天都黑了，于是牛马便打算吃口老坛接着睡觉。可吃着吃着他就发现了不对，就这么冷冷地注视着窗外，因为他发现对面的河边上竟站着一个长发女孩，而且看背影也不像是他们厂里的职工。那会天都黑了，牛马也纳闷这女孩到河边要干嘛，就好奇地伏在桌上伸头去瞅。可谁知那女孩好像知道有人在看她，突然回过身来向牛马招了招手，但因为天太黑，牛马也看不清她的样子，只看得出那女人在笑。当时牛马以为又是哪个同事在跟他开玩笑，就赶忙向着河边跑去。然而刚等他跑到河边，那女孩竟然又走到了河里。牛马一看顿觉坏了，这难不成是要投河自杀？于是他就赶忙劝解出声，让女孩不要再往里走了。可无论牛马如何的大声叫喊，女孩还是趟进了深水里。于是救人心切的他也跟着下了水。不过就在牛马刚往前趟了没几步，突然被一只手抓住了肩膀，直接吓了牛马一跳。回头一看来人竟是他的室友赵鹏，而且还一脸紧张地问他为什么想不开。闻言牛马赶忙指向了小河，跟赵鹏说是前面有女孩要自杀。可怪异的是，当他在往河里看时，那女孩竟然不见了。不仅如此，就连那水面上也并没有任何的痕迹。赵鹏也说自己并没有看见什么女孩，就看到牛马一个人在往里走。等回到了宿舍，牛马跟工友也说起了这件事，可他们都认为牛马说的不太可能，除非他是见了鬼了。那一晚牛马睡前又吃了感冒药，但睡得并不是很好，因为他做了一个梦，梦里自己在一个阴冷的环境中，脚下面全都是水。没多久，那脚下的水便快速地涨了上来，直接就没过了他的头顶。然而就在牛马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一个长发的女孩向他游了过来，然后就见那女孩一把抱住他。虽然牛马看不清她的脸，但却由心底升起了一层寒意。就这样，牛马被女孩抱着，也没办法浮出水面，连呛了好几口水后便晕了过去。可就在他晕过去的一刹那，牛马感觉从水面伸下来了一只手，然后他就看见了赵鹏的脸。于是牛马猛地一个机灵，一下子便清醒了过来，这才发现刚刚竟是一个梦。不过等他一醒来，就发现宿舍的地上居然全都是积水，就连拖鞋和脸盆都飘了起来。见此情形，牛马和几个工友赶忙逃了出去。第二天听厂里说是墙里的一根水管爆了导致的，但只有牛马的宿舍比较倒霉，被水给淹了。接连的折腾让牛马的感冒又加重了，只能接着在宿舍休息。可刚睡下，他便听到窗外有嘈杂的声音。当时在牛马的潜意识里觉得河边可能是出事了，就起身想去看看。果不其然，在河边围了很多人。然而等他走近了，探头往前面一瞅，差点没给吐了出来。河边竟然飘上来一具尸体，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天，都被河水给泡得发胀了，只能勉强看出来是个女的。虽然从样子上早就分辨不清了，但他还是感觉那衣服的样式很是熟悉。当时牛马越看越觉得害怕，就慌忙地跑回了宿舍。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，那一晚他做了更为可怕的噩梦，因为在梦里那个泡肿的女生一直在追着自己，无论牛马怎么拼命地跑，眼前都是一片的黑暗，而且也甩不掉那个女生。但也就在牛马精疲力竭的时候，突然他感觉眼前白光一闪，
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一道门。当时牛马想也没想的就进去了，然后便看到了2个熟悉的身影，是赵鹏还有另一个室友胡兵，而他自己则是躺在医院里。原来那天自从牛马回宿舍后，就一直发烧说胡话。赵鹏见怎么也叫不醒他，就赶忙把他给送到了医院。然而就在牛马住院的第2天，厂里又出了一件事，那就是住在隔壁的室友也投河了。听说是因为和女朋友分了手，喝完酒后便溺死在了河里。闻言，牛马是越想越觉得后怕，如果赵鹏没把他送进医院，那么被淹死的人会不会就是自己了？这件事发生在2014年，那时候老李还在某个建筑工地上看场子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像往常一样拿着手电对工地进行巡视，因为当时大桥只修了不到一半，加上老李巡视的地方又是在桥上，所以只需要做样子走上一圈就行了。然而那天他巡视完回帐篷时，寂静的深夜突然响起了渗人的哭泣声。老李见状赶忙停下脚步，转头朝着桥上看去，就见远处还没有修好的桥墩上居然有一个女人坐在上面哭。这一幕可把老李给吓得不轻，他举起手电质问那女人是怎么爬上去的，可他话才刚说完，桥墩上瞬间就没了刚才那女人的身影。当时老李觉得是熬夜出现的幻觉，又瞅了那桥墩一眼后就转身睡觉去了。隔天中午在和工友吃饭时，他就把昨晚看到的那一幕说了出来，不过却并没有人信他的话，都一致认为他应该是看花眼了。老李见状也觉得自己是看错了，可在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又开始发生了。当时大概是半夜12点左右，老李竟然又听到了昨晚那个哭声，他吓得赶紧坐直了身子，脸上露出一副怀疑人生的样子。在帐篷里坐了好一会儿，心理斗争之后，他才敢拿着手电去外面查看情况。事情果然也如老李所料的那样，这哭声又是那晚他看见的那个女人发出来的。老李见状慢慢来到了大桥边缘，大声询问那个女人到底是人还是鬼。可令他感到意外的是，他话音刚落，那女人就从桥墩上一跃而下。这一幕可把老李给吓坏了，他伸出右手，嘴里不知道说啥好，然而下一秒他就感到一阵毛骨悚然，冷汗顿时就从脸上流了下来。那女人从这么高的桥墩上跳下去，在夜里他居然听不到任何的声音。这下他再傻也明白过来，自己不是看花眼，而是撞见邪乎事了。于是等到天亮了之后，他就把这事告诉给了包工头。可老李的话却并没有引起包工头的重视，反而还被包工头给骂了2句，这让老李感到很是无奈。为了防止那个女阿飘再来纠缠自己，老李便弄了半斤黄纸烧给了她。这下他晚上在睡觉时还真的就没有再听到什么哭声了。可虽然他这里是没什么事了，但施工的那个桥墩却开始怪事频发。明明用水泥修的好好的桥墩，总是会在隔天坍塌掉一大块。原本一开始包工头还以为是有人捣乱，可一连几天下来，他才知道是遇上事了。于是他赶紧请来了建筑圈闻名的风水大师九爷。九爷在看到那桥墩的第一眼，就表示这桥墩下面有脏东西在捣乱。他说整个桥墩笼罩着一片死气。包工头见状脸色立马就变了，询问九爷这是该如何是好。九爷说这桥墩下面一定有啥脏东西，他让包工头叫人去水下找一找。于是包工头立马找了个会游泳的工友，使用皮划艇划向了那个出事的桥墩。等划到地方后，工友纵身一跃，就一头冲进了水里。下水后他径直朝着水底游去，下面只有许多大石头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随后他又按照包工头下水前的指示，围着桥墩又开始了搜寻，竟然在桥墩的另一面发现了一具女尸。那具女尸看起来像是被钢筋给挂住了。工友见自己解决不了，便赶紧浮出水面告知了水下的情况。于是包工头又叫了一名会游泳的工友，这才把那具女尸给捞了上来。算上时间，这女尸至少死了有1个星期，但是尸体看起来却并没有腐烂的痕迹。九爷见状说是因为这女人有很大的怨气。警方在接手了这起案件后，很快就调查出来了女尸的死因，原来她是被自己深爱的男友给害死了。这事过后，果然就如九爷所说的那样，一直到大桥完工都没再出现过什么怪事。你敢信？婚礼当天，闺蜜备婚闹吃香蕉，还被兄弟团强行拉入房间，闺蜜不堪羞辱竟上吊自杀。兄弟团究竟做了什么事情，逼得闺蜜想不开，以死解脱？事情发生在2001年的山东，村里有一对新人结婚，请来了亲朋好友，可是热闹了一整天。对于会玩的兄弟团来说，可不会简单的罢休，非得要把闺蜜团拉出来闹阴，这也算上是村里的习俗。然而这一次的婚闹主角并不是新娘，而是新娘的几个闺蜜。喝多的兄弟团拉着伴娘给新郎做不雅动作，一帮人越玩越没有分寸。新郎本来是不情愿的，但还是被兄弟团强行按住，闺蜜伴娘没有一个能够躲过。趁着酒劲，众人还强行让伴娘吃香蕉，可随着一声尖叫，众人的戏耍才停止下来。因为房间冲出来另一个闺蜜，衣衫不整，还露出大半个肩头，似乎遭受到什么。不等大伙反应过来，
他就跑了出去。不一会，房间又出来了一个兄弟，上身赤裸，还一脸满足的样子，一边提着裤子问众人什么情况。这下彻底激怒到新娘了，他质问这个兄弟为什么欺负他姐妹。兄弟被新娘一顿指责和痛骂，面子过不去就反驳道，觉得你的闺蜜就是玩不起，凭什么指责我的过错？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的习俗。一旁的新郎看不去，连忙劝架，还说先去找人最重要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大家都不好过。新娘这才骂骂咧咧的出去找人。当新娘出来外面寻找闺蜜，发现早已看不到闺蜜的半点影子，这下她彻底着急了，生怕闺蜜会出什么事情，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接着冲回大厅大骂这个兄弟，要是他的姐妹出了什么差错，一定会跟你没完。此时的新娘真是恨透了这帮狐朋狗友，可眼底下并不是吵架的时候，而是众人一块出去寻找闺蜜。这大晚上的闺蜜又会跑到哪里去？这不光新娘着急，就连玩过火的兄弟团也跟着着急了，万一真出了什么事情，他们也逃脱不了关系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最终还是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众人大概在村里找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在村头找到了闺蜜。然而眼前的一幕却彻底吓坏了众人，因为此时的闺蜜正挂在树上死不瞑目。众人都觉得一阵大脑空白，谁也想不到大喜的日子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最感到震惊的是欺负闺蜜的那个兄弟，他也不敢相信会闹出人命来，出了这件事情肯定跟他逃脱不了关系，他也被立马抓去了局里。可令人想不到的是，他爸在这个地方还是有点关系的。进去1个星期不到，因为闺蜜是自杀的，警方拿他没有办法，也就放了出来。出了这件事情，他的妻子也闹个不停，非吵着要跟他离婚不可。他的心里也是心烦意乱的，丝毫没有半点悔悟，反而觉得是妻子无理取闹，如果实在过不下去，那就离婚吧。可当他以为放出这句狠话就能平息这一切，万万没想到，当晚妻子突然性情大变，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，接着拿着刀就把丈夫给活活捅死了。之后这件事情也在村里传开了，有人说他死不足惜，是遭受到报应，可他的妻子因为疯了被关进了精神病院。至于他为什么会对男人痛下杀手，有的人说遭受闺蜜附身来报仇了，还有人说是妻子接受不了丈夫出轨又离婚的刺激，就做出了这样的傻事来。至于真相到底是什么，却不得而知。如果你村里有这种贴着符咒的古井，晚上的时候千万不要靠近那里，因为下面很可能就有鬼。事情发生在90几年的广西北海市，那一年吴强大学毕业就申请去偏远山区支教，他觉得他应该将自己学到的知识传递给那些大山里的孩子，让他们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这个山村在很偏远的山里，交通并不便利，所以没什么老师愿意过来支教。当村里知道有老师愿意来村里支教，很是重视，村长早早的就等在了村口。当吴强走近后，村长更是激动地拉着吴强的手，不断对他说着感激的话，而吴强面对老村长和村民的热烈欢迎，更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当村长和几个村民领着吴强来到村里唯一的学校时，吴强惊呆了，这学校就是一个破房子修整的，而村长也是不好意思地解释着。这时吴强突然看到学校墙边有一口水井，按道理水井应该是有辜phủ的，方便打水，但是这口井却没有，仔细看去似乎还是贴着什么东西，好像是符文。吴强好奇地问村长，那口井怎么贴着符？可村长却支支吾吾的并不回答。村长岔开话题，将吴强领到了住的地方。这房子虽然不大，却能看出来是新盖的。村长和吴强交代了一下，便领着村民走了。可刚走2步，村长突然想起来了什么，转回头来说，让吴强打水就去学校外面的小河里，水井的水脏，不能用。村长表情很认真，似乎这件事很重要。吴强并没有在意村长的话，收拾起了行装。收拾完东西，天已经黑了，舟车劳顿再加上懒，吴强直接去水井那打水了。作为一个大学生，吴强并不相信神神鬼鬼那一套，直接就掀开了盖子，而符纸也就被撕碎了。由于没有打水用的转路，吴强用绳子拴在了铜把上，打好水便回去洗漱了。洗漱完倒在床上就睡着了，可是不知睡了多久，便被一阵哭声吵醒了。吴强一咕噜坐了起来，屋子里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吴强凭着记忆摸到了村长留在桌子上的蜡烛，点燃后屋子亮了起来。他披了一件衣服走了出去，刚出门就打了个冷战。吴强心说，大山的夜晚真的很冷，
他站在门口紧了紧衣服向外望去，却什么也看不到，喊了半天也没人回应。这时哭声又断断续续地传来了。吴强顺着声音走向墙角，看见一个女人趴在水井旁，大半夜的，一个女人跌坐在水井旁哭哭啼啼。吴强就问她怎么大半夜在这哭，也不见她答应。吴强以为女人太伤心没听见他说的话，便又上前了几步，手刚搭在女人的肩膀上就一激灵。这次女人终于有了反应，停止了哭泣，慢慢转过头来，借着微弱的月光，吴强看清了女人的模样，猛地向后退去。原来女人脸上一片惨白，空洞的眼眶里根本就没有眼珠，顺着眼角还有血水流下。吴强被吓坏了，转身想跑，女人一把抓住了他。吴强低头一看，抓着自己的手根本就没有肉，只是惨白的骨头。受了过度惊吓的吴强大叫一声，从床上坐了起来。这时吴强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，满头大汗，不停地喘着粗气。一阵凉风吹过，蜡烛的火苗在风中摇曳，吴强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冷战。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睡觉前并没有点蜡烛。吴强发现大门开着，而冷风还在不断往里灌。他记得睡前明明是关好门的。吴强的大脑明显不够用了，点燃的蜡烛和打开的房门处处透露着诡异。吴强不敢想太多，想要下床去关门，抬起手臂的时候才发现胳膊上有一个黑漆漆的手印。就在吴强刚要关门的时候，一阵小孩的笑声从院中传来。吴强没有犹豫，直接出了屋子，但是却没看到有孩子。想到梦中的景象，吴强走向了水井。吴强赶紧向水井跑去，扒在水井口向下张望。然而水里的光线并不好，捂着月光却发现好像有东西要浮上来。就在吴强还在打量的时候，水井中浮现出了一个女人的身影，那女人竟是自己梦中的那个。突然那女人张开双臂抓向了吴强，女人的一只手抓住了吴强，使劲拉向水中，而吴强则死死地抓着井沿。然而女人的力气极大，就在吴强要支撑不住的时候，有人从他背后拉了他一把。吴强感觉手上一松，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心有余悸的吴强转头看向了救自己的人，发现是村长。吴强赶紧站立起来，把事情的经过讲给村长听。还没等他讲完，村长便吼了起来：“不是说不让你靠近水井吗？”吴强的行为惹怒了村长，村长吼完之后转身就走。吴强赶紧拉住了村长。村长犹豫了一下，拿出了一支烟，决定将这件事情告诉吴强。前几年村里有一个叫李平的人，妻子怀孕了，便想出去多赚些钱回来，而妻子翠花因为行动不便就在家养胎。但谁也没想到，男人出去以后竟然音信全无，甚至孩子出生都没回来。孩子渐渐长大了，因为没有爸爸，总是被村里的孩子欺负嘲笑。这天远房亲戚带来了关于李平的消息，说是他已经在外面又结婚了。翠花不想让孩子真的没有爸爸，就带着孩子找到了李平住的小区。苦等几日后，终于看见了李平和他的现任妻子。然而李平并没有看他一眼，带着妻子在他面前径直地走了过去。隔天翠花又来到小区，想让李平跟他回家，而李平却红了眼，将他推倒在地，甩下一句狠话离开了。伤心欲绝的翠花带着孩子回到了家，没几天就带着孩子投井自杀了。后来过来支教的老师就是因为看到井里的鬼魂吓跑的，并不是因为什么条件艰苦，最终找大师做了法事封了那口井，才没再有人碰上怪事。吴强听了故事，虽然有些后怕，但还是留了下来，只是和村长商量换了住处。只是有时候吴强路过那口水井，还是会看上几眼。后来国家拨款给孩子们盖了新学校，那座房子就因为没人打扫慢慢荒废了，而那口井还是被封在那里。你敢信吗？这个男人竟然和自己的影子谈起了恋爱。影子为了满足男人的欲望，每天都会幻化出不同的人。可奇怪的是，这些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到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话说古代有个叫阿伟的男人，单身30多年都还没有谈过恋爱，就连女人的手都没有碰过。每次寂寞难耐无处宣泄时，阿伟总会自言自语地对着自己的影子说话：影子啊影子，我跟你朝夕相处那么多年，你要是能够明白我内心深处的孤独，能不能想个办法让我快乐一下？神奇的是，影子竟然真的从墙壁上跳了出来。阿伟见到这一幕，以为是见到鬼了，吓得抱紧头部瑟瑟发抖。影子开口跟阿伟说：
既然想我让你开心点，现在为何又对我如此怠慢？阿伟听闻这句话也就不害怕了，便问影子有什么办法。影子直接让他放心大胆的去想。于是阿伟说出了第一个想法，那就是平时孤身寡人太久了，想要有个良友能够陪自己谈心。影子觉得这个太简单了，于是立马幻化出一个翩翩少年的模样。阿伟不敢置信影子真的变成另一个人的样子。只见这个翩翩少年谈吐不凡，几句话直戳阿伟的内心深处。尝到甜头的阿伟便想跟影子请求第二个要求，那就是让影子能不能变成个贵人。没想到影子一下子变成了达官贵人，这才阿伟由心佩服影子的能力。突然他的内心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那就是自己单身30多年，连女人的手都没有碰过，便让影子变出美女出来，解决他这30年的单身问题。影子一下子变出个绝世美人出来，这让阿伟高兴坏了，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美的女人。于是这一夜阿伟度过了终身难忘的一夜。由于画面不太好看，我替你们看过了，此处就省略1万字，自由想象。于是阿伟每天便和影子形影不离，其他人见了都表示奇怪，看阿伟举手投足的样子像是疯了一样。原来这一切都只有阿伟才能看到。不过有村民疑惑，阿伟究竟怎么了？好好的一个人变得疯疯癫癫，便上去询问阿伟。于是阿伟便把影子的事情说了出去，村民也半信半疑，不知真假。不过看着影子确实有点奇怪，不过看阿伟沉迷其中无法自拔，村民觉得他这是遇到了妖怪了。就这样过去了好几年，影子竟然要和阿伟辞别了。无论阿伟怎么挽留都无动于衷，阿伟的恋爱史也到此结束，最终还是沦为孤家寡人，默默承受了本不该承受的压力。在民间有一种传闻，门槛不只是一道坎，还具有遮挡污物和辟邪的作用，可以将一切污秽之物拒之门外。事情发生在00几年暑假的时候，我在家看动画片，我妈有时要去姥姥家，让我别乱跑。我一直看到天都快黑了，动画片才演完，我出了里屋，来到了院子里，一个人在那踢球玩。在天快黑的时候，从大门口传来咚咚的声响，我循声望去，只见大门口站着一个人，一直在抬腿想迈进院子里，因为大门都有门槛，他的脚好像抬不起来，每一次都被门槛挡住，发出咚咚的声音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我们村的一个亲戚，论辈分我得叫他爷爷。我想过去看看怎么回事，并询问李爷爷你怎么不进来啊？可我往前走几步就停下了，为我发现李爷不对劲，身上全是水，还淌了一地，而且脸色特别的吓人，眼睛里只有眼白没有瞳孔，显然不是人，吓得我扭头就跑回屋里。为了避免他进来，我插上了房门，躲在窗户后面探头往外看。李爷一直想进却进不来，那个不高的门槛却能拦住他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他好像放弃了，往旁边走去。我算计的他应该是走远了，我才开门，悄悄的往外面看去。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，李爷也不知道去哪了。我往门槛的地方瞅了一眼，那里有一大滩水，我不敢再待在家里，关上了门，拔腿就往姥姥家跑。路过一个小桥，看着那里站着一堆人，我非常好奇，忍不住走了过去，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人群里有一位我叫三叔的邻居，我就问他，你们在看什么呢？三叔把我推到一边，问我来这干嘛？这里有人死了，小孩子别看，赶紧回家去。我就问三叔，到底谁死了？三叔说李爷爷骑电瓶车从桥上过，不知怎么就掉下了壕沟，结果淹死了。我一听是李爷爷，直接把我吓了一大跳。李爷爷淹死了？那我刚才看到的难不成真的是鬼？这时李爷爷被村民从壕沟里抬了出来，要把尸体送回家。从我身前走过，我看见李爷爷的眼珠突然转向了我这边，盯着我，吓得我大叫一声。我赶紧跑回了家，关上了大门，一直等到我妈回来。我把李爷爷要进我们家的事跟我妈说了，我妈他们根本就不相信，还不让我瞎说话。然后爸妈就讨论了此事，说李爷爷死的挺突然的，那河里就那么几个水洼，可偏偏就把他淹死了，也是命里该着，因为他摔下壕沟，正巧倒在了一个水坑里，可能是摔晕了，结果就把命弄丢了。因为我们两家的关系比较近，我爸妈要到李爷爷家帮忙，让我老实在家待着，别乱跑。爸妈一出门，我就把门插了个严实。等到他们晚上回来，谈论起一件奇怪的事，我爸说李爷这是可真邪门，棺材里哪里来的那么多水？我听着好奇，就问我妈到底怎么回事。刚开始我妈并不给我说，在我的一再纠缠下，她还是告诉了我，李爷被村民抬回家以后，家里人给他穿上了寿衣，装进了棺材。李爷家的2个儿子晚上守灵，夜里的时候突然听到有滴水声，而且是从棺材那传来的。他赶紧喊来大哥，走到棺材前查看，只见棺材缝里正滴滴答答的往下淌水，两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往棺材里敲。这一看，
吓了他们一大跳。棺材里竟然不知从哪来了半棺材水，而且李爷泡在水里，一脸生气的样子。二儿子就说：“咱爸是不是有啥心愿未了？”哥俩觉得老爷子死了冤，就决定找个明白人给看一看。第二天便请来了一位先生，先生只看了一眼，叹了口气，说是李爷已经给自己申冤了，村子里马上要死个人，这水也就没了。这事还真让那位先生给说中了。当天晚上，村里的吴老太太就死了，李爷棺材里的水也没了。这下村民可炸开了锅，有迷信说这事也太巧了，也有不以为然的，甚至还有人说老头老太太都得搭拜走。而关于吴老太太的死，还有另一个说法，有人看到李爷为了躲避吴老太才摔下桥淹死的，吴老太是被李爷带走的。可我到现在我也不明白，李爷当时为啥要进我家？如果他那天迈进了门槛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下面的这件事发生在2018年盛夏时节，我在一个特别老的楼租了一间房，我租的是1楼，带着地下室，里面有很多房东的杂物，我平时也不怎么下去。那年夏天特别的炎热，我的房间没有空调，只有一个老式的吊扇，没有多大的风，转起来还吱吱呀呀的响。有一天晚上特别的热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感觉浑身都在冒汗，实在热的睡不着，我就想起地下室，那里虽然有点潮，但总比上面凉快一些。我还记得那里有一张折叠床，我拿了一条毛巾就来到了地下室。地下室果然比上面凉快不少，我躺在折叠床上就睡着了。不知睡了有多久，就听见吱嘎吱嘎的声音，我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因为我意识到那是来自墙边的躺椅。我没敢立马起身查看，而是慢慢的转过头，果然看到躺椅在晃动，而且上面还躺着一个人，是个老人，穿着中山装，但是很快就消失不见了，只有椅子还在那晃动，发出那种吱嘎的声音，直往脑子里钻。我坐起身来，十分纳闷，躺椅为什么会自己动？而且地下室根本就没有风，还有那个椅子上的老头，究竟是我睡迷糊了，还是真的看到了什么？我下了地，伸手想把躺椅稳住，让它不再发出晃动的声音。就在我刚触摸到躺椅的时候，我又看到了那个老头，他冲着我大吼，让我放开椅子。我吓得一激灵，后脑勺死死地顶到了枕头上，惊醒了过来，起身看了看墙边的躺椅，根本没在晃动。我搞不明白为什么会做了那样一个梦。在确定了那个躺椅什么也没有之后，我又接着睡，也很快就睡着了。这一次我又听到了脚步声，是从楼上下来的，有人进到地下室，我怎么看都看不清他的脸，等走近了一看，原来是我妈。她担心的说道，地下室这么潮，睡着会起疹子的。我就问我妈，怎么这个点来了？我妈说是来看看我。我也跟她解释，上头太热了，风扇年头久了都没风。但很快我就意识到了不对劲，门我是关的，而且我妈根本就没有我租房的钥匙。我就问她怎么进来的，我妈并没有回答。我抬头看了看她的脸，还是看不清楚。她突然想伸手摸我的脸，我本能的往后躲，一紧张我又醒了过来，发现还是在做梦。我心想，是不是我忘了锁门才会做那样的梦？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到楼上检查了房门，并且确定在里面反锁了。今天做了几个奇怪的梦，我觉得可能跟睡地下室有关，就想干脆回上面的房间睡吧。就在我准备回去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小女孩挡在了我的房间门口，而且没有眼睛。我一害怕又醒了过来，发现又是一个梦，我根本就没到楼上去。还没等我起身，就听到楼上砰的一声响，我赶紧起身上楼查看，推开门，发现那个老式的风扇掉了下来，正砸在我头的位置。这一次我没有做太大的反应，想确定到底在梦里还是在现实。而且我发现一个更加诡异的事，我以为一个又一个的噩梦折腾了我半宿，但其实我从地下室到我上来一共没过去10分钟，至今我都不明白那一晚我到底为什么做了那么多梦。好了，故事纯属虚构，相信科学，切勿迷信。